首先像严学通教授一样，先感谢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给这么一个机会，到韩国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刚才严学通教授非常全面、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所以在那个严学通教授之后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什么话我都没有再讲的了，他就把所有该讲的都已经讲完了。待会儿那个吴新博教授也会非常系统的，所以我在中间呢应该是最短的。而且呢，我这个身份呢在这个会上也比较特殊。我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大概30年之前，在中国大陆生活了30年，在美国呢也生活了快30年，所以我的 identity 是一个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一个 identity。所以今天要谈的问题呢，就从一个非常不清楚的 identity 这个角度呢来谈，既不代表中国方面，也不代表任何一个方面，只代表我自己。谈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外交，尤其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呢，我觉得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空前的宽松。从来没有这么宽松过，也就是说，刚才严学通讲了，中国不愿意打仗。如果中国不愿意打仗，我觉得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把中国拖入战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直接与中国为敌。所以中国的国际环境呢是空前宽松。在这种空前宽松的国际环境当中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就能够把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从事真正的大国外交，这种真正的大国外交呢，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我觉得有3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呢，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大国外交。这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领导人他的出访的国家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俄国、俄罗斯，同时呢访问了非洲，然后呢。他的总理李克强，他出访的国家是印度，然后是欧洲，然后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的对外访问的国家呢是东南亚，所以这些国家涵盖了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刚才严学通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的外交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习近平上台以后，这方面没有变，这方面确实没有变。但是呢，这种外交的多方位性非常明确，它既追求中国周边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同时呢，也进行了大国外交的布局，和大的周边和远的大国进行互动，包括美国。习近平他第一次访问是到了非洲和俄罗斯，但是第2次访问到了拉美和美国，就既有这样一些大国，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既有周边国家，又有呢超级大国，所以中国的大国外交的多方位性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第2方面特点呢，就是它的灵活性。在这之前呢，中国呢它的大国位置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呢，它有一种不安全感。当然，中国现在还有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很重要一个表现呢，就是很争面子，就很要求一些给足面子的外交，包括从对美外交来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跟中国领导人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来访问，一个很难的办的问题呢，就中国领导人一定要是国事访问，要21响礼炮。当年记得很清楚的那个江泽民到美国访问，如果不是21响礼炮，如果不是国事访问，他绝不去。当时小布什就请他去做工作访问，说不去，工作访问不行，我要21响礼炮。而且建立个人的关系也非常困难。我就记得胡锦涛2011年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当时奥巴马请他进行一次家宴，当时美方6个，中方6个，不要带很多人员。然后呢，胡锦涛到了奥巴马的书房里面看书的时候，我听说拜登副总统就跟进去了，想要跟他进行
个人的交谈，因为是很好的机会嘛。当时胡锦涛就非常紧张，就赶紧把杨洁篪请进来，说我没有跟他单独谈。所以这一次，美方邀请习近平在访问拉美的途中顺访美国，在9月份20国峰会集团之前，能够尽早的和美国领导人见面。当时我的印象是，中国大概不一定会接受，但是中国就接受了，不仅接受呢，而且非常愉快地参加了这一次会谈。不仅非常愉快地参加了这一次没有领带、没有2·1响礼炮的会谈，而且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就是在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情况下散步进行交谈，这样一种非常重实质内容，而对于那些面子所不是那么重视的这样一种外交关系，我觉得显示了中国大国的风范，大国和大国之间交往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更加重视实质内容，更加重视实质的利益交流，这是习近平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其实你看这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次达成了90多项协议，90多项协议当中，很多大家因为不很经意的东西，但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刚才严元通所说的网络安全问题，开始中美网络安全的对话，第一次对话。然后呢，在今年年内还要进行第2次对话。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呢过去也不是很积极的，这一次跟美国方面合作的非常好，而且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克里他的太太生病，他不是从始至终参加会议，而中方也没有很多计较。其实当时习近平到了美国这个Sunnyland 进行会谈的时候，奥巴马因为这次是临时进行安排的，奥巴马的太太因为家里的事情没有能够参与。我听说习近平和他的夫人非常理解，即使他的夫人没有能跟他同时参加，但是非常理解。所以对于面子上的东西，对于一些表层的东西，在习近平对外交当中，我觉得不是很重视，这是一个大国的风范。第3个方面的问题，第3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中国既坚持和平发展，同时呢又更加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这里面国家利益，中国的表述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和平，不就是核心利益这一方面。在习近平的所有外交政策的讲话和他的表述当中，包括在国内的讲话，还是在国外的讲话当中，都会看得很清楚。中国绝对不放弃和平发展这样一种现实性和必要性。同时呢，中国又绝不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绝不能让其他国家来吞食牺牲自己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的这样一种苦果。这种表现呢，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在对外关系当中一种非常严格、非常强烈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这在周边，尤其在周边国家关系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和平的一种关系，所以前无古人后起来者，其实也不完全是前无古人，美国和英国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有来者了。后起古人呢，如果中国建立成为一个大国关系，希望别的国家也不要用战争的方法来挑战中国，这是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也就是说冲突不一定不可避免的大国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国梦当中还强调一种强军梦、强国梦，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来侵略或者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这个2方面，一方面强调和平发展，同时呢又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习近平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这种外交格局之下，我觉得习近平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因为刚才严雪通说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呢，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要进行这些变化，它又面临着很多挑战。我觉得3个方面挑战对于习近平他执政的将来10年当中是必须加以关注的。第一个方面的挑战呢，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挑战。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严学通刚才说到，中国开始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甚至于说中国国际的领导责任。因为在若干年之前，很多国内的学者都把这种国际责任论呢作为一种阴谋论，要把中国拉下水，要把中国搞垮。现在中国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中国过去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刚才严学通也谈到，就说这里面他牵到一个当头不当头的问题。我觉得国际领导责任和国内的领导责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内领导责任它当中有一个 hierarchy， 有个等级概念，你是头，你发号施令，你告诉别人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做。但在国际关系当中呢，没有一个头。当然了，你像国家实力不一样，在国际问题当中你所能够有的影响力不一样。但是呢，国际关系是个 hierarchy， 是一个 anarchy， 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呢，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它的发言权不是完全是由它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决定的，也不能给他这种权利给别人发号施令。他的这样一种领导地位呢，是一种确定国际事务当中的议题，主导国际事务当中议题的讨论，主导国际事务议题当中讨论以后所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然后呢，来发挥作用，保证这些游戏规则的执行。这是国际责任，这是国际领导作用，而不是谁当头的问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在国际事务当中承担国际领导责任，就需要在国际事务当中主导话语权，在国际事务当中能够主导游戏规则的制定。刚才袁学通，我非常同意刚才袁学通所说的，中国已经不被动的融入国际事务，而是呢非常积极的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去年有一本书，戴维·山堡写的一本书，叫做《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叫做中国全球都在，但是是一个不完全的大国。这种不完全的大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中国全世界都布局很广，但是没有深度；中国全世界都参与，但是呢没有影响力。中国要能够发挥领导责任，这2个方面就能够加以克服。第2个方面的挑战呢，因为时间不多，我就非常快的说。第2方面挑战呢，就是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国家若干年来，中国实行的睦邻外交政策，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2008、2009之前是空前的好。中国周边几乎没有敌人，而2008、2009之后，中国和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周边国家的原因，也有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因。中国国力强大以后，中国人心态变化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如何能够处理好中国国力变化以后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3个呢，就是建立新型大国外交关系，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严学通说了，美国关系不管你说重中之重还是不重中之重，对于中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建立新型大国的关系当中最重要一点，就是中美的冲突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必然。如果你选择冲突，你就一定会有冲突；如果你选择去避免冲突，你就有可能避免冲突。作为中国的领导人，美国领导人也是一样，如何能够选择避免冲突，如何能够选择合作共赢，就是习近平在中美对话当中，就在非正式会谈当中所说的几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如何合作来实现互利双赢？中美2国之间如何建立关系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对于中国领导人
和美国领导人都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好，谢谢大家。